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狐妖王权篇官宣诚意李一桐再续前缘，听说没？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终于官宣了，诚意和李一桐这对老搭档要再续前缘，消息一出直接冲上热搜前3。这俩人之前在《英雄志》里就合作过，当时就有观众说他们 CP 感觉了，没想到制作方真把观众的话听进去了。现在影视圈有个怪现象，好多 IP 剧都喜欢搞流量大杂烩，但狐妖系列偏偏反其道而行，从月红篇到竹叶篇，选角都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。这次王权篇的选角特别有意思。诚意演王权富贵，这角色在原著里是个外冷内热的贵公子，表面高冷，实则重情重义。有网友翻出他之前在《沉香如屑》里的表演，发现他特别擅长这种冰块脸底下藏火山的角色。李一桐演青铜就更妙了，这姑娘长得就自带灵气，从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黄蓉开始，她就特别会演那种古灵精怪又不失温柔的角色。原著粉都在说，光看选角就觉得制作组是认真研究过人物性格的。说到制作团队，不得不提导演麦冠之。这位香港导演最近几年在内地拍了不少仙侠剧，《琉璃》就是他导的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这次王权篇的服化道预算比月红篇高出30%，光王权富贵的战甲就做了7套不同版本的。现在网上流传的几张路透照虽然模糊，但能看出服装确实精致，不再是清一色的白衣飘飘，而是融入了更多金属元素和暗纹设计。剧本方面也有新消息，据说编剧组为了还原原著精髓，特意请来了动漫版的部分编剧参与改编。有知情人说，王权篇会在保留主要剧情的基础上，增加一些支线人物的背景故事，比如王权富贵小时候的经历，还有青铜和其他妖怪的互动，这些在动漫里一笔带过的情节，剧版会展开来讲。不过制作方也强调，绝对不会魔改主线，毕竟原著漫画的剧情已经足够精彩。现在最让人好奇的是特效水平，去年长月烬明的特效被夸上天，把仙侠剧的标准又拉高了一截。王权篇里可是有大量打斗场面和法术特效，特别是王权剑的设定，按照原著描述应该既有金属质感又要带光效。特效总监接受采访时说，他们用了新的实时渲染技术，能让法术效果更自然。不过也有观众担心，现在好多仙侠剧都爱滥用慢镜头，希望王权篇能把握好节奏。说到演员阵容，除了2位主演，其他配角也很有看点。演王权富贵父亲的是老戏骨张晨光，他最近在《云之羽》里的表现可圈可点。反派角色找了何润东，他演这种亦正亦邪的角色特别有味道。年轻演员里还有几个选秀出身的爱豆，虽然演技经验不多，但据说试镜时表现很亮眼。这种老带新的搭配，既保证了演技水准，又能吸引年轻观众。拍摄进度方面，剧组已经在横店开机半个月了。有站姐拍到诚意每天收工后还在练习剑术，看来是为了王权富贵的打戏下苦功。李一桐更拼，为了演出青铜的妖媚感，专门去学了古典舞。这种敬业精神在现在的年轻演员里真不多见，难怪导演组都说选对人了。现在最大的悬念是播出时间，按照制作周期推算，最快也要明年上半年才能上线。平台方倒是很会吊胃口，放话说要争取寒假档。不过观众更关心的是能不能保持月红篇的水准，毕竟这个系列前作口碑不错，压力全在王权篇这边了。有业内人士分析，现在古装剧市场竞争激烈，光靠 IP 热度不够，还得看成品质量。
说到原著改编，永远是个敏感话题。动漫粉和漫画粉经常为改编细节吵得不可开交。这次剧版放出的消息说会保留万箭穿心等经典场面，但具体怎么呈现还是个谜。有观众建议可以参考《陈情令》的做法，既尊重原著又适当创新。不过也有激进派认为，既然拍了就该完全按漫画来，改一个字都不行。这种争论其实从侧面反映了大家对这部作品的重视。从商业角度来说，狐妖小红娘这个 IP 的开发越来越成熟了。从动漫到真人剧，再到周边衍生品，产业链做得风生水起。有数据显示，光是月红篇带动的漫画销量就增长了40%。这次王权篇未播先火，已经有10几个品牌在谈广告植入。这种良性循环对国产 IP 来说是好事，说明咱们的原创内容越来越有价值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观众最在意的还是故事讲得好不好。现在仙侠剧同质化严重，很多都是换汤不换药。狐妖系列之所以能脱颖而出，就是因为它把人和妖的感情写得特别真挚。王权富贵和青铜的故事，表面看是少爷和小妖精的套路，实则探讨了种族隔阂和身份认同。好的奇幻故事永远是在借妖说人，希望剧版能抓住这个精髓。现在网上关于这部剧的讨论已经热火朝天了，有人担心集数太多会注水，也有人怕删减太多影响观感。其实吧，影视改编从来都是众口难调，关键看制作团队有没有诚意。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，王权篇至少在选角和制作上是下了本的。